大爷每天不到5点就晨练开嗓，吵得整个小区睡不着。谁敢骂他，他就捂着心脏躺下要人赔钱，警察也拿他没办法。直到小区房租暴跌1半，我兴高采烈租了进来。第一天，重度失眠10年的我5点刚睡着，就被晨练大爷吵醒。邻居劝我忍忍别惹他，我眼圈乌黑，冷冷一笑。5点晨练算什么？1点敲门怕不怕？我能陪他玩1年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1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在大厂拼搏了10几载，我被严重的失眠症缠上了，所幸积攒下了颇为丰厚的家底，于是我辞职回到老家，捡漏租下了这个房租暴跌1半的小区。不过我的失眠症并未好转，反反复复折腾到清晨5点，才好不容易有了些睡意。然而迷迷糊糊间，楼下传来的嘿嘿哈哈声就把我从浅睡中硬生生地拽了出来，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在心底汹涌澎湃，搅扰我的睡眠，就如同冒犯我的妻子那般不可饶恕。又有谁能体会失眠之人自然入睡一次是何等艰难？我推开窗户，只见楼下的小广场上，一位大爷正在慢跑，嘴里还喊着嘿嘿哈哈的口号，那声音在整个小区回荡。我瞧了眼表，才清晨5点啊！怒不可遏的我冲着窗外大吼：他妈的，这么早起来赶着投胎吗？闭上你的嘴，难道阎王不收你吗？楼下正在锻炼的大爷停住了脚步，抬头用手指在比划着什么，像是在数楼层。数完楼层后，他就一路小跑着进了我所在的楼栋。没过多久，我的门就被砸得震天响，6楼的，我看到就是你，开门。我还是头一回见到扰民了还敢找上门来的，穿着睡衣就去开了门。一股从大爷嘴里散发出来的韭菜臭味扑面而来。刚刚是你在骂我？我揉着眼睛问道。你是谁呀？我就是楼下晨练的，你别想抵赖，我都数楼层了，就是你。大爷中气十足，看得出身体相当硬朗。我捂着鼻子阻挡着那股难闻的气味。我是骂人了，你怎么就确定我骂的是你呢？大爷明显愣了一下，喘了2口气才说，你不骂我还能骂谁？我不禁笑了，见过捡钱捡包的，头一回见到捡骂的。您老人家是有捡破烂的癖好吗？大爷被气得脸都黑了，呼哧呼哧喘了几口气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，楼底下就我一个人在晨练，你说你骂的不是我是谁？我说道，我高度近视，这6楼的距离我怎么就能确定是您在晨练呢？大爷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，我喊的口号你听不见吗？我猛地一拍大腿，嗨了一声，把大爷吓了一跳。我就说，谁他妈的天还没亮就在楼底下鬼叫，感情你也知道，吵到我睡觉了。大爷一听，扬起巴掌就要打我，我把脸往前一凑，来，朝着这儿打，可别打歪了。大爷那浑浊的小眼睛一眯，感觉有些不对劲，即将落下的手硬生生地停住了。他抬头一看，门口的摄像头正对着他那张老脸。大爷放下手，啐了一口，别想骗我，我可不会上当。我惋惜地说，您老脑子转得还挺快啊，我还想讹您个1、2千呢。大爷瞪大了眼睛，你还想讹我？我讹人的时候你还在玩尿泥呢。说着就捂着心口往地上躺。我心脏病犯了，你别想跑。我指了指摄像头，大爷，这摄像头可是带录音的。大爷一听，立马一咕噜爬起来，狠狠地瞪着我。行啊，你小子有点意思，大爷我记住你了。说完噔噔噔就下楼去了，一边下楼还一边嘟囔着要我等着之类的话。大爷走后我也没了睡意，辞职回家后暂时也没找工作，在大厂上班时攒下的存款光吃利息就够我过上不错的生活了，所以也不着急。我点了外卖当早餐，正吃着的时候门又响了，原来是对门的阿姨。小伙子，早上你是不是惹老李头了？老李头？哦，你说那个一大早自己遛自己的大爷啊，他扰民，我就骂了2句。阿姨有些焦急地对我说道，你呀可千万别招惹这个老东西，在这儿吃亏的人可不少了。然后阿姨就讲述了老李头的那些光辉事迹。老李头也是在这儿租房住的，一开始在房子里来回跺脚唱歌，周围的邻居和房东都表示抗议，房东要退他钱让他搬走，他却耍赖不走，说自己有心脏病，出门就犯病，谁要是拖他出门，他就要找谁要医药费，闹得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的人都搬走了。他见周围没人再听他闹腾了，于是就开始晨练扰民。小区里不管是讲理的还是不讲理的人都找过他，可愣是没斗过他。后来晨练扰民都不能满足他了，他开始调戏院子里的女性，不论年龄大小，大到大妈，小到小学生，他都不放过。其中有一个租住在地下室的高3女生，
正在洗澡的时候，被老头从窗户缝里偷看，洗到一半，女生抬头就看到窗户缝里有一张猥琐的脸正盯着她看，女生的情绪瞬间崩溃，陷入抑郁，连高考都没能参加。女生的家人原本就不想让她继续上学，就把她抓回老家嫁人去了。就因为这个老头，女生的一辈子就这么毁了。可老头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还天天在外面炫耀他看了多少次，说女生身上各个部位如何白嫩，整个小区的人都像躲避大粪狗屎一样躲着他。老头见没人理他，又开始在电梯里找落单的小女孩摸脸掀裙子，被几个家长揍了好几顿，被拘留了几次也没有用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就因为他这么一个祸害，整个小区的人都人心惶惶的，甚至连房价都下跌了许多。邻居阿姨劝我，小伙子，忍一忍吧，我看你还年轻，还有大好的前途，换个小区租房吧。失眠带来的暴躁情绪瞬间就充斥了我身体的每个细胞，反正换哪儿都睡不着，在这儿还能找点事做呢。阿姨您别担心，他5点晨练算什么，1点来敲门又怎样，我能陪他玩上1年。白天好歹补了一会儿觉，到了晚上又开始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袋里像是有千军万马在混战。早晨5点，楼下准时传来了嘿嘿哈哈的声音，我一下子就来了精神，穿上运动服就下楼，跟在了大爷身后。大爷一边走一边扩胸，嘿，我跟在大爷身后1米远的地方，哈，大爷被吓得浑身一抖，回头看到是我，冷哼了一声，继续扩胸，嘿，我马上跟上，哈，嘿，哈，嘿，哈，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大爷终于忍不住了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没有理会他，继续唱。是那活了1000年的老龟鳖。大爷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我似乎是在骂他，扬起手就要打我。我心中大喜，急忙把脸凑了过去。大爷憋得直咳嗽，他指着我骂道：老子陈恋爱，你什么事了？我也指着他说：老子陈恋爱，你什么事了？你练你的，跟着我干啥？你练你的，挡我前面干啥？大爷被气得脸色涨红，扭头继续晨练，跑得更快了。可是他哪能跑得过我？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不到1米的直线距离，他喊什么我就跟着喊什么。今天早上小区格外热闹，原本只有大爷的独唱，现在变成了2重唱。阿姨说，大爷每天早上都会围着小区快步锻炼5圈，历时1个多小时，直到把整个小区的人都吵醒了，他才会安稳的去买早餐。可是今天他只转了1圈，就气冲冲地奔向早餐摊了。我跟在他后面说，大爷，今天怎么就转1圈呢？是不是年纪大了不行了，虚了？正在喝豆浆的大爷一口豆浆喷在了桌子上，伸出1根食指指着我，半天都没骂出话来，扔掉吃了一半的油条，气冲冲的就回家了。你他妈的给我等着！我只是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一直跟到他楼下，看他进了几楼才离开。在回家的楼道里又碰到了阿姨，她拉着我关心地说，今天和老李头对上了是吧？我说今天早晨怎么10几分钟就没动静了呢？你可得小心点啊，他家里的人都不是好惹的。我给了阿姨一个让她安心的眼神，别担心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第2天，大爷居然4点半就下楼了，这是想给我增加难度吗？他难道不知道我这个点正是精神抖擞的时候吗？直到大爷看到我又跟了上来，回头冷笑，小伙子，老年人可不像你们年轻人，睡眠少啊。那眼神分明是在问，你真的要跟我硬刚吗？没关系，大爷，早睡早起身体好。大爷哼哼了2声就开始嘿嘿哈哈，我跟在他后面。大爷今天怎么喊得有气无力的？是不是尿频尿急尿不尽，没睡够所以断断续续的？大爷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，但依旧嘿嘿哈哈，还故意提高了音量。我继续跟在他后面念叨，大爷您刚刚这声喊得有点短，按照中医的说法，您的肾可能有问题了，得多吃点烤腰子。哎，这声喊得还不错，不过好像肺里有杂音，是不是扁桃体进水了？继续喊啊，您不喊我怎么给您诊断呢？大爷今天连1圈都没转完就去早餐摊了，结果早餐摊的老板还没来，大爷就在寒风里等着。我站在他旁边说，大爷吃这个不好，那边烧烤摊还没关门，我给您烤2个腰子带着。大爷捂着心脏就躺倒在地，你别跑，我心脏。我立刻拨打了120，然后骑在大爷身上给他做抢救。我挥舞着拳头哐哐砸在大爷的胸膛上，边砸边大喊，大爷您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，我还没玩够呢。大爷反抗不了，被我砸得直咳嗽，都快翻白眼了，直到救护车来了才被救过来。刚上救护车，大爷就报了警。在急救室里，大爷对警察说，这小子害我犯了心脏病，我要他赔钱。警察一看是这位大爷，无奈的苦笑。结果调出监控一看，
我离大爷1米多远，根本没有任何接触，甚至大爷跌倒的时候，我还积极抢救。见警察说我是见义勇为，大爷就在病床上撒泼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明天我就去警察局闹。一位年纪稍大的民警严肃地说，大爷，您要是这么闹的话，可得被关进去待几天了。不过那里面的伙食可不怎么样，只有素菜馒头。一听拘留所的伙食差，大爷马上就不闹了，只是恨恨地看着我。见大爷那副不舒坦的模样，我就乐滋滋地回去补觉了。还好我抢救够及时，大爷不到1天就康复如初了。这不，第3天早上，大爷4点就出门了，我兴奋地跟了下去。大爷打着哈欠，瞧见我后黑着脸问，你都不用睡觉了吗？我满脸惊奇地回他，您怎么知道的呀？大爷气得一阵咳嗽，他今天不晨练了，在小广场上捡起棍子就咣咣地砸健身器材，那声音尖锐刺耳，在整个小区里回荡着。小子，这小区里还没人敢跟我对着干呢。大爷中气十足，看起来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从背后抽出一根5、6米长的铁鞭，大爷，您可得小心着点，这鞭子要是抽到您了，我可不负责任啊。说完，我就抡起鞭子，啪啪地打出鞭哨，鞭子与空气剧烈摩擦，发出尖锐的声音，好几次都擦着大爷的脸颊飞过，吓得他连连后退。你要是打着我，可得赔钱。见我根本不理会他，只顾着抡鞭子，大爷好几次想朝我冲过来，却都被呼啸而过的鞭子给吓退了。他没辙了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，换了个地方接着敲，我也跟着他挪地方，就保持着离他几米远的距离，刚好打不着他，却又很吓人的距离。没坚持几分钟，大爷就服软了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走了。我嘿嘿一笑，转身回去补觉。没想到第2天早上，大爷刚在楼下开始晨练，我一开门就有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门口有2袋垃圾散落一地。好啊，就等你这一招呢。我兴奋地提起垃圾就下了楼，大爷站在那儿冷笑，那神情似乎在说，你能斗得过我？我提着垃圾就往大爷头上一盖，恶臭的汁水混合着烂苹果、鸡骨头就顺着大爷的脑袋流了下来。大爷愣了半秒，然后惨叫起来，王八犊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又不是我扔到你门口的。我嘿嘿一笑说，我什么时候说是你扔的了？那你为什么往我头上扔？那你为什么不让人睡觉？大爷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我要报警，把你抓起来。不一会儿，2位民警来了，看着一身垃圾的大爷，都憋住笑。当着民警叔叔的面，我一脸真诚地向大爷道歉，实在对不住您了，大爷。本来想着垃圾配您这老头挺合适的，也没想到您不乐意呀。那我祝您长命百岁吧，您可得多活几年啊。然后民警象征性地教育了我们双方几句就走了。大爷气得嗷嗷直叫，叫了半天也没人理他，只能悻悻地回家了。当天我就被拉进了一个群，群里都是小区里深受其害的业主，居然有好几百人呢。我刚进群，里面就热闹起来了。小伙子，你可算是为大家出了一口大气啊。就是啊，小伙子有对象了没？大娘给你介绍啊。这老不死的骚扰我闺女好几次了，揍他都没用，还是你这办法好。我都录下来了，每天我都剪辑一份发到网上去，让大家看看现实中的英雄。一个微信头像很漂亮的女生加我好友，小哥哥，你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呢，有空吗？出来喝杯咖啡呀。让我这个失眠患者喝咖啡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我直接就把他拉黑了。群里又有一个人说，小伙子，你可得小心点，这老东西有个儿子在外面做买卖呢，比他爹还混账。看到群里大家发的消息，我心里很是激动。各位放心，我没对象，没工作，也没房子，谁来找我，我都不怕。既然大爷都欺负到我门上来了，那我也得主动出击了。凌晨1点的时候，我敲响了大爷的门，里面没动静，我就加大了敲门的力度，反正周围的住户都搬走了，也不用担心会扰民。敲了10几分钟，里面终于忍不住了，滚蛋，小王八犊子！大爷，时间不早了，该起来晨练了。才他妈的1点，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？哎，大爷，您可真厉害，您是不是以前在街边卖药的呀？怎么看得这么准呢？你再敲，信不信我儿子来了，拿刀砍死你？怎么这么暴力呢？大爷，再说了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您现在要是不起床努力，将来怎么能有出息呢？等大爷快要发疯打开门的时候，我一溜烟就跑了。然后凌晨2点的时候，我又回去敲了一通，给大爷上课。接着是3点，结果今天大爷没晨练，哎，一点都不努力。群里又沸腾了，卧槽，卧槽，卧槽，那个老不死的没晨练，不会是死了吧？谁也别报警啊，就让大爷在那臭着吧。卧槽，我都醒了，结果这老不死的没晨练，我就这么坚持了1个星期，单枪匹马就让小区恢复了正常。说真的，有那么一瞬间，
我都觉得自己像个英雄。这天傍晚，我出去买饭的时候，被大爷堵在了门口。他身后站着一个花臂光头的大胖子，大爷就像被踢了蛋蛋的狗一样，跳起来指着我说：“就是这个小兔崽子，儿子，给我揍他！”我整理了一下胸前的运动记录仪，然后微笑着面对即将到来的状况。花臂男看到我有摄像头，刚抡起来的巴掌又硬生生地放了下去。就他妈的是你惹我爹？啥？我是你爹？我才30多，可没你这么大的儿子。花臂男冷笑了一声，别在这儿耍嘴皮子，老子不吃你这一套。你30多了，总该有孩子了吧？上幼儿园还是小学呢？信不信我？我没孩子，没孩子。那你有对象吧？信不信我？也没对象。开玩笑，在大厂熬的头发都掉了一半了，哪有对象啊？花臂男一下子愣在原地，回头看了看大爷，大爷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说：“这小子是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儿的，也没见他有对象和孩子。”我竖起大拇指说：“大爷，你眼神真好。”花臂男点根烟说：“行。算你是个光棍，你总有工作吧？信不信我？”我扭头看向大爷说：“大爷，您见我上过班吗？”大爷吭哧吭哧了半天，最后说：“也没见这小子上过班。”花臂男憋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30多了还没对象，没孩子，租房住还没工作，你他妈的混得比我还差。然后他指着我说：“我爸就爱晨练，你要是再敢跟着他，我就揍死你。”我摸了摸胸口的记录仪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好的，都录下来了。”然后把视频发给群里那个有账号的人，都快能拍成一个连续剧了。这两人没讨到什么便宜，骂骂咧咧的就走了。果然，第二天花臂男就跟着他爹出来晨练了，只是他垂头丧气的，一副没睡醒的样子。我带上记录仪就出门了，打算录个第一视角的视频，肯定能收获很多点赞。大爷，黑我哈！大爷，黑我哈！花臂男本来就没睡醒，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一脚就踢到了我身上。我早有防备，顺势就躺倒在地。周围几座居民楼瞬间灯光大亮，一群人趴在楼上大喊：“打人了！快报警出人命了！我们都是目击证人。”不一会儿，警察就来了，上百位业主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。警察严肃地问我：“怎么样？用不用叫救护车？”我捂着脑袋说：“头晕，想吐。”民警说：“马上叫救护车，可能是脑震荡。”花臂男冲上来又想揍我，我根本就没踢着你的头，结果被2个民警一个擒拿就摁在了地上。一群人纷纷作证，都说花臂男把我打得快要死了。大爷捂着心脏躺在地上，却没有一个人理他。这么一番折腾下来，花臂男赔了我5000块钱。我把这5000块钱都换成了开心果，放在门卫那儿，在群里说让大家自己去拿。几乎整个小区的人都乐开了花。据说当天晚上，大爷就气得差点心梗，被救护车拉去医院住了半个月。他那个宝贝儿子伺候了1个星期就受不了了，花钱找了最便宜的护工，自己就溜了。大爷住院的当天晚上，小区的业主们自发购买了烟花爆竹，好好庆祝了一番。就这么消停了半个月。这时候我的离职补贴下来了，补贴有50多万呢，这公司确实挺良心的。我当时就联系了存款银行，问有什么好的产品。鉴于我在那边的总资产已经达到最高级别的 VIP 了，这个小网点的行长表示要亲自接我去那边办理业务。我拗不过他的热情，只能同意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银行的车就等在楼下了，行长和客户经理穿着得体的工装，微笑着等我。我为了显得正式一些，也穿上了以前面试用的西服，和行长的工装有点撞衫。我用余光看到大爷在不远处正死死地盯着我这个方向，我没理他，跟着车就走了。透过车窗，我看到大爷骑上了电3轮，跟在车后面飙起来。司机还说：“快看，后面那个老头骑3轮还能漂移呢。”在银行办理业务很快，不到半小时我就办完了。行长又把我送出门，微笑着和我道别。这时，银行门外传来一声凄惨的嚎叫：国企领导欺负老百姓，殴打辱骂高龄老人，半夜敲门扰民还拒不道歉，调戏未成年少女却逍遥法外，天理难容。大爷不知道什么时候连横幅都写好了，拉在自己的电动3轮车上，自己跪在银行门口哭嚎着。看到我出来，他上来就拉住我的袖子，对着围观众人说：“大家来评评理呀，就是这个人，他在大银行工作，殴打辱骂我，不让我睡觉，还调戏侵犯我的小孙女，到现在还逍遥法外呢，把我气到心梗住院，这是我的住院证明。这种人工作的银行，你们谁还敢把钱存在这儿啊？老百姓难道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？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银行行长着急了，走上前去拉大爷：“大爷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位是我们的客户，不在我们这儿工作呀。”大爷一把推在他的胸口上：“你们就是官官相护，
随口说一句不是你们单位的人就不用负责了吗？我都看到你开车去接他了，肯定是你们领导，你们穿的都一样。围观众人开始交头接耳，甚至有人拿出手机拍视频，看着老头好可怜啊，如果是真的，这社会也太黑暗了。是啊，银行领导就能无法无天了吗？本来银行就是个服务单位，就应该为老百姓服务的。我看这个银行要悬了，这件事要是闹到网上，他们都得关门大吉。行长从业多年，经验丰富，扭头低声对旁边的员工说去报警，然后准备把大爷拉到办公室里。大爷正托他的手说，别想大事化小，息事宁人，我可不吃这一套，有什么事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，给我这个老人家一个说法。大爷满脸愤怒，可眼神看向我时却透露出一丝得意。我看够热闹了，就走上前去。大爷以为我要劝他，刚把眼睛瞪圆想骂我，没想到我扭头对围观众人说，大家可以录像，但是千万不要发到网上去，传播谣言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一会儿警察来了，大家可要给我作证啊。大爷见我这样有恃无恐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，你以为大家都是瞎子吗？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我给你2条路，要么就在这儿辞职赔钱，要么我就一直往上告，告到你被辞退，然后还得赔我钱。当然还有最后一条路，你搬出小区，再也不要来找我麻烦，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。从大爷的眼神里我能看出来，他特别希望我选最后这个，这让我觉得很奇怪。不过还没等我想明白，民警就已经到了现场，一看还是老熟人。大爷，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爷啐了一口唾沫说，我看今天你们还怎么袒护他，这小子被我带到了，他就在这儿上班，这边的领导都开车去接他呢。今天要是不给我个说法，晚上我就住在这儿了。民警们面面相觑，又看了我一眼，我耸耸肩。民警拿出手机跟我要了身份证，查询了大概1分钟。大爷，我查过了，这位同志现在并没有工作单位，属于无业人员。我呸，我都看见了，他从银行的车上下来，然后进去了，你们还想袒护他，难道就没有我这个老百姓说理的地方了吗？我要上访，我要找媒体，我要把你们这些恶行全都曝光出来。正拉扯的时候，外面一个大妈拨开人群说，都让让，我要进去办业务。大爷往门口一拦说，今天不把这个银行领导辞退，谁也别想从这儿进去。大妈二话没说，抬手就啪啪啪几巴掌扇在大爷脸上，哪儿他妈的漏风把你刮出来了，滚一边去。大爷的脸被扇得通红，挣扎着想说话，一看大妈那凶神恶煞的样子，直接就蔫了，典型的欺软怕硬。我在这儿办业务都快10年了，就没见过这个人在这儿上班。大妈说完这句话，周围好几个人也纷纷附和，是啊，这个银行从上到下我都认识，没见过有这个人啊，你看衣服根本就不一样，好吧，赶紧让开，老子还要办业务呢。大爷愣在原地说，不可能啊，我明明看见了。他一把抓住银行行长的胳膊说，那不行，你肯定认识他，就算不是你单位的，你也得给我个说法，否则我就让你这银行开不下去。行长无奈的苦笑，大爷您这就有点。2位民警一人抓住大爷的一个胳膊说，大爷，您这次事情可不小啊，扰乱公共秩序，传播谣言，寻衅滋事，跟我们回警局吧。我也跟着去做了笔录，表示因为大爷造谣，对我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，当场就要大爷赔钱。大爷撒泼耍赖，说他没钱。我笑着说，那您就在里面待一段时间吧，我们小区可就能安静多了，估计房价也能涨回去了，业主们肯定又得放鞭炮庆祝了。大爷一听就不干了，当时就给他儿子打电话，估计在电话里又被骂了一顿，不过最后还是要来了2万多块钱赔给我。从警局出来后，大爷又拨通了他儿子的电话，我听力还算不错，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听着。儿子啊，你说这办法到底管不管用啊？你爹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被折腾散架了，可这小区的房价也没降多少啊。刚搬来的这小子是个硬茬，不把他弄走，你想在这儿抄底买房可就没指望了。电话那头他儿子的声音也清晰地传了过来，别在这儿唠唠叨叨的，贷款我都已经联系好了，只要这个小区的房价降到原来的1半，咱们就抄底入手10套，然后你再搬出去，1年之后房价肯定能回升，到时候就能有好几百万的进账了。等换个小区咱们再这么干一次，咱们下半辈子还愁啥呀？大爷一听，语气一下子就变得坚定起来，行，我就把这把老骨头豁出去了，我就不信收拾不了小区里这些顽固的家伙。刚一回到小区，大爷就拿起大喇叭，在整个小区里转着圈吆喝起来，天阳小区的居民都听好了呀，7号楼2单元301的那小子折腾我，你们都在旁边看笑话，行啊，那他闯的祸就由你们来背。从今天开始，
每天晚上我会随机选一家，每隔1个小时就敲一次门，一直把你们吵醒为止。你们可别怪我呀，要怪就怪7号楼的那小子。大爷，我白天反正不用上班，可以补觉，晚上就陪着你们好好玩玩。我跟在后面听着，都忍不住乐了。大爷这孙子兵法学的还挺像回事儿，连离间计都会用了。这下群里又炸开锅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是要直接开始折腾我们了。一晚上不睡觉，第二天不得崩溃了呀。关键是这随机选择也太折磨人了，谁也不知道晚上他会去谁家呀。小张啊，要不你就跟大爷道个歉算了，他最多也就是早晨5点折腾折腾，咱们还能睡几个小时呢？也不知道是谁说了这么一句，群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。估计不少人都开始有这种想法了，想让我道歉，想都别想。我在群里发消息道歉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我这辈子就没道过歉。你们要是谁想过合拆桥，尽管来，我随时奉陪。邻居阿姨赶忙在群里回复，小张啊，你可别误会，大家也是被这老头折腾的受不了了，咱们应该是统一战线，一起对抗他呀。群里的人纷纷表示赞同，估计他们这时候才突然意识到，我比这老头还难对付呢。之前他们过得开心的那些日子，不过是因为我和他们站在同一阵营罢了。看到大家的想法基本统一了，我才发言，你们也别担心，今天他要是敲谁家的门了，就在群里说一声，我去陪他玩。这句话一出来，群里点赞的消息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。大爷说到做到，当天晚上就开始行动了。凌晨12点，正是我精神头最足的时候，9号楼的业主在群里发消息，救命啊，有人在敲我的门，好像就是那个老头，穿着一身寿衣呢，快把我吓死了。我看了一眼头像，真是巧了，正是刚刚让我道歉的那个人。我一下子兴奋起来，不过也没有马上行动，而是老老实实的看着群里的消息。9号楼的那位一直在群里求救，大神啊，我错了，你有什么办法快救救我吧。我回复，你把门打开，跟他对骂不就行了，报警也可以呀。9号楼，报警对他也没用啊，我还怕他讹我呢。我回，我也怕呀。9号楼，大哥，我错了大哥，我这张嘴就该挨抽，你听着。说完就发了一段自己扇自己嘴巴子的视频，打得还挺重的。大哥，这老头又敲门了，我的孩子都吓哭好几回了，救命啊！看他道歉也算诚恳，我就去了9号楼。我反正也睡不着，闲得无聊，而且就喜欢跟大爷较劲儿。哟，大爷，您这是在这儿玩角色扮演呢？楼道里，大爷穿着一身寿衣，正蹲在小马扎上，拿着个保温杯喝茶呢。你管得着吗？我确实管不着，我淡淡的说道。然后我拧开了手里的鲱鱼罐头。哦，大爷闻到味道就直接干呕起来。你吃的什么？哦，我端着罐头朝大爷凑过去。大爷，可香了，您尝一口。大爷把头埋在外套里跟我耗着，结果没坚持10几分钟，就差点把自己憋晕过去。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抄起小马扎，拿着保温杯，跌跌撞撞的就走了。我一路跟着他，大爷一路干呕。大爷回到家，我就坐在他家门口，每隔1个小时就敲一次门。大爷，反正也睡不着，出来吃点鱼吧。相信我，这个闻着臭吃着香，口感特别棒。哦，听屋里的动静，他是真吐了。第二天，大爷又换了一家去敲门，可惜群里都是我的眼线，我又拿着鲱鱼罐头跟大爷玩了一次猫捉老鼠的游戏。第3天，大爷实在受不了了，就在家里睡觉不出来了。那怎么行呢？我依旧在他门口敲了一晚上的门，邀请他吃鱼，只是大爷不领情，就是不出来。行，你晚上不睡觉是吧？你大爷，我也不睡了。大爷在屋里怒吼着，然后他半夜就出门去晨练了。这次他戴了个95口罩，再加上户外空气流通，竟然没有被我的罐头影响到，只是口罩太厚了，没吆喝几声，就因为缺氧晕过去了。我就蹲在旁边看着，过了10几分钟他才醒过来。你不就是白天补觉吗？别得意，你大爷，我白天也睡，晚上咱们就耗着，看看是我这把老骨头硬，还是你这身健骨头硬。结果大爷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白天也睡不着啊。大爷白天想补觉的时候，我每隔半个小时就敲一次门，喊大爷起来尿尿。最后他实在是玩不过我了，小子，我服你了，咱们暂时休战吧。其实我也觉得挺无聊的，尤其是大爷没有跟我继续对抗的意思之后，我那股劲头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所以是时候往死里整他了。我在群里把大爷和他儿子准备抄底买房的计划简单说了一下，就像投了一颗炸弹一样。我就说这个老不死的为什么这么执着地折腾我们呢？原来是惦记着我们的房子啊！妈的，
损人利己就不怕被阎王拉去喝茶吗？这算不算诈骗啊？能不能报警啊？我看气氛差不多了，就说大家先别着急，听我一个建议，如果成功了，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老家伙。不过前提是群里不能有人走漏风声。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会统一战线，毕竟没有人没受到过他的迫害。于是我把计划发到了群里，很快大家就开始行动了。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只要大爷打扰我的睡眠，我就继续跟他对抗到底。然后二手房网站上逐渐出现了这个小区的几套低价房源，咨询的数量一下子就暴增了。在大爷也在的小区大群里，另一拨人开始纷纷怒骂那些低价出售房子的人，你们是不是疯了？老子可是倾家荡产才买的房，你们卖这么低的价格，那我这5年不是白干了吗？识相的就赶紧下架，小心我们给你泼油漆，你管得着吗？我在这个破小区里连觉都睡不好，失眠药都吃了1箱了，再不走难道等死吗？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1锅粥，有本事你去抓老鼠啊，没这本事就别在这儿瞎嚷嚷。两拨人在群里吵得不可开交。接下来我在大群发了一条消息，我相信大爷肯定能看到。鉴于我长期失眠，身体已经不堪重负，没办法继续在这个小区主持正义了，下个月房租到期我就要搬走了，大家好自为之吧。群里一片哀嚎，不要啊，英雄，继续为我们伸张正义啊，我们才睡了不到1个月的好觉呀。帅哥，我们给你凑房租好不好？你别走啊。我毅然决然地退出了大群，我想大爷肯定已经乐开了花。接着二手房网站上又挂出了10几套低价房，原来挂着的那几套房子继续降价，已经接近原来房价的1半了。咨询电话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多了起来，但是一听说小区里有个猥琐的老头钉子户，大部分人都退缩了。来咨询的人当中当然有大爷的儿子，他表示不怕钉子户，估计是怕被认出来，还跟中介报了个假名字，但那个中介就是我楼上阿姨的儿子。一看到大鱼上钩了，大家先后和他敲定了价格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价格可以优惠，但是必须全款，而且还要看到买方的资产截图才敢签协议，理由就是害怕钉子户闹事，所以要速战速决。大爷的儿子一听觉得也合理，毕竟他爹在小区里闹得确实太不像话了，于是拍着胸脯说钱不是问题，3天之后就能凑齐。阿姨的中介儿子说，他把能贷的银行贷款和网贷都贷了，还在朋友那儿借了个遍，就说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投资项目。等他把自己银行卡的存款余额发给中介之后，所有挂出房产的业主开始统一涨价。大爷的儿子着急了，去找中介，中介说他也没办法，房主要涨价他也没辙。大爷的儿子也不敢还贷款了，还得看着利息不断的涨，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涨价，拖了整整1个月。他现在就算是想还款，也没办法补上这1个月巨额利息的窟窿了。想要不劳而获的人，总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。眼看这些房东没有要卖房的意思，大爷的儿子拿着他爹的棺材本，听了小区群里几个伪装成投资大佬的人的话，一股脑的把钱投进了股市。不出所料，全部被套牢了。所有的借款方都来追债，大爷的儿子和他爹把债主打伤了，直接就被刑拘了，又因为巨额骗贷、借钱诈骗被判了10几年。大爷听到判决结果，当场就晕了过去，这次没救过来，瘫在床上，嘴歪眼斜的，再也不能晨练了。房东叫来了警察，把孤寡的大爷抬进了养老院，靠着政府那点微薄的补贴，勉强维持着生命。只是听说他天天睡在自己的屎尿里，天天挨打，动也动不了，也喊不出声来，就这么窝囊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个月。整个小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，直接把这个毒瘤给铲除了。房东一高兴就免了我1年的房租。我说我不差钱，而且在这个小区里到处都充满了对我的善意，我竟然能正常入睡了，我还得感谢大爷呢，以毒攻毒，把我的重度失眠给治好了。